了，你最近有没有看到一些画，就是你有没有看不太懂的？我常常都看不懂。你常常看不懂，那你怎么办？查一些电脑的资料啊，这样子。表示我有一点自信。我觉得我对抽象画看有一点自信啊，这看不懂的啊，他们就是乱画。这不知道是哪来的自信啦，我告诉你啦，刚好我手上有一本新书，就是针对你这种太有自信，然后又好像什么都不了解的人，很适合去看这样子。啊，我跟你讲，我最近前几天嘛，然后我就是去一个那个朋友家，他是偶尔有买画的哦，然后他就是很想要跟我分享，就是有个小小的收藏间，他收到有一个他很喜欢的，是写实的，然后他说：“你看这幅画怎么样？”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哦，这幅画，我就皱眉头哦，这幅画其实因为不怎么样，所以我也说不出来。就你知道吗？它是一张海报，对他看不懂那个画。”是海报，你知道吗？真的，我就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样子去说。我是那个海报印的还蛮厉害的，但是我们一看就知道是海报啊，对不对？但是我就会觉得说，哇，你看哦，这都还算是有收藏画的人买画，他不知道是海报。对，然后他重点是他不知道是海报，其实一般喜欢艺术的大众跟一些普遍性的一些藏家，他们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说，他们没有人教他们去辨识材料，他们也不知道这些材料的这些差别的跟属性是在哪里。如果说是再仔细看一下就是而且你摆在家里以为是真画，我觉得这是一个你喜欢艺术的人就是很不应该犯的一个小小的小问题啦，还需要就是在教育这样子。本新书我觉得写得很好，漂亮吗？蒙娜丽莎。对，他这个我就眼前一亮，我就觉得哇，这一定是一本好书。就花了几天的时间去念嘛，那我发现还真的还不错。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一本新书哦，特别做的一些小记号，就是方便我自己看，所以我这是有个小尾巴跑出来。那这本书呢，其实你看它的这个封面啊，我觉得真的是那种质感非常的好，我蛮喜欢的，是蒙娜丽莎的微笑。Short Story of Art， 我们在台湾呢，我们就是很喜欢，就是在帮他，就是在翻译一个中文嘛。那这本书就是写给一般人的艺术，先知道这些就好。那我觉得这本书我看的时候就觉得哇塞，真的是太好玩了，怎么会取这个中文书名啊？就是一看就知道就是要给这个小白喜欢看艺术的人，然后他就会想说先去看这个运动史，艺术的运动史，叫艺术运动史，就是这个艺术的发展。例如说从史前时代，然后一直走，你就会走到这个当代艺术啊这样子。个人我最喜欢的就是它有这个第三部分的作品主题，因为一般很多介绍的书啊，或者是学校很少，就是包括学校，你不要讲说社会了，包括有很多艺术的学生啊，他其实老师可能也没有跟他讲说艺术的主题到底有哪一些这样子。例如说艺术主题，他这里就是他帮你写的就是26个主题。那什么叫做艺术主题呢？其实因为我常常去看那个苏富比对那个拍卖最重要的就是主题，好，主题题材到底是什么这样子。然后他说除了题材就是题材，曾经有这一篇的一个访问嘛，那很多人会觉得题材到底是什么东西呀？真的是还是听不太懂题材就是我们一般就会讲说就是你创作的主题。那他这边他是举例的就是26个创作的主题，例如说动物啊、人物啊、宗教啊，然后什么自画像、室内画、神话、寓言故事、风景啊、历史，这些就是你常常看到这些东西，就是它的一些主题。然后他还有把这个什么孤立跟死亡这个东西把它单独拿出来讲，就是抽象啊、消费主义这样子。现在的当代艺术也是很多人在画这个消费主义，就是消费行为的这个话题这样子。他这个主题啊，就是有讲到一个潜意识。那我觉得这个潜意识是很好玩，很少人就是很少的书拿出来讲的。这个潜意识他就是拿了这个玛格丽特的这个作品，就很浅显的告诉你说，提出这个论调的论述的人就是弗洛伊德这样子。什么叫做潜意识？潜意识就是我们人类的本能，还有你隐藏的真相跟你内心的一种渴望，这种东西都可以归纳在一个潜意识里面。他就是特别介绍一个就是非常
代表的一幅画就是玛格丽特，但是他就觉得这样子好像没有什么说服力嘛，对不对？然后他又举例的说，你看还有达利哦，潜意识的艺术家，还有米罗，米罗也是潜意识。这个作者就把它归纳为就是他的潜意识，因为他对这个艺术家，他对艺术其实是非常非常的了解的。讲一个爱情好了，爱情就是他我举例来讲，他放了一个克里姆的这张名画，就点出说爱情到底是在画些什么呢？这个题材，他说爱情呢，就是除了甜蜜，还有痛苦，还有神秘。这一段话我就会觉得有一点灵感，就是说，其实艺术家你也是可以多看看这样的书，就是你除了说你在描述爱情这个主题的时候，你不一定要有甜蜜的一些表现嘛，你也可以表现出爱情是很痛苦的，给你痛苦的，你可以画出神秘的这个氛围嘛，这样子。好，所以其实对很多人来讲，其实应该也是一个启发啦。我觉得是一个还蛮大的一个启发这样子。然后他另外也有讲说，比较重要的艺术家，例如说有拉斐尔啊，有提香啊，有克林姆这样子。好，然后他另外还有写出一个讲这个弗列达。好，弗列达在婚姻当中的一个不幸，他非常的矛盾跟困惑跟痛苦的一个反应这样子。他还有一个第4大单元。我觉得这个单元也是非常的酷，竟然这个作者把这个创作技法给它放进去了。很多写艺术的书嘛，对不对？例如说讲文艺复兴时代，讲看这个印象派，他通常就是没有就是把这个技法给讲进去。那他这本书他竟然花了很多的时间啊，他把这个技法他就是把它给整理出来，就是告诉大家。但是他把这个技法就是你应该知道的一些事情，有一些画啊，就是你以为它是画的，其实它就是一张海报。如果说你有多的兴趣的话，我会建议说你可以就多了解一些，那你就可以在不同的一些层面上面，或是你以后你在收藏画的时候，就是会特别的就是留意很多的部分，那你就会发现更多的一些乐趣。这是我的一些小小的看法这样子。那他这个的技法就是他讲了30个技法哦，这30个技法跟30个绘画技术啊，他一次就是通通告诉你，什么油画、蜡笔啊、粉彩、亚克力这样子而已，不是，他一直介绍到当今现代的一些媒材。我觉得我非常的推荐这个创作技法，因为有很多收藏家一般入门的人，他其实就是他根本也不知道说这是用什么样的一个媒材去做的，什么样的一个媒材去画的，他可能就是在有很多的地方，他甚至他可能就是要去看这个 YT， 甚至他独立出来去找说水彩技法，然后什么油画技法，然后他如果说他把这些技法看完的话，他可能就是要买30本书。最后的这个媒材里面，其实就非常的超值，因为他有告诉你说，有青铜，然后也有一些，还有什么叫做版画，举了很多种版画的一些媒材有木刻，有绢版这样子，就让你知道说，版画也有这么多种版画哦，不是说只有一种版画而已，还有一种叫做现成物。那什么是现成物哦？就是你可以来看它的一个解释。那就是我们的现成物是指什么？就是指我们艺术家，你会运用现有的一个东西，你就是加入你的一些想法，融合创作，或是运用现成物去重新再塑你想要表达的这个艺术概念，这样子。他把这个现成物的解释都放在里面了。那我打开让大家来看一下他对现成物的一个解释。他现成物是在216页，看他的解释有没有跟我的解释差很远。解释是将普通物品定义为艺术，例如说这个小便斗，它为什么是个艺术品这样子？看很多的展览啊，你基本上你都会看到很多的现成物。好，例如说那个有人会用尺，有人会用鸡蛋，然后有人会用椅子，重新去赋予它的这个价值这样子。这个书本上的一个内容啊，就是说它从史前运动一直跨进到这个当代艺术，它就会告诉你说，这是什么样的一个艺术，到现在的一个版画都有这样子。就是很多人也很喜欢抽象啊，他也会告诉你说一些抽象的一些定义是什么。
就是现在再回到封面蒙娜丽莎好了，就是因为有时候我就是会特别再讲一下封面它为什么会这样子。那我们讲技法好了，那很多人会讲说哦，它是不是写实啊这样子？那到底是什么技法？其实很多人都知道蒙娜丽莎，都知道它是文艺复兴，你也知道它是达文西画的，可是很多人说它是什么样一个技法？真的我相信很多人都讲不出来，对不对？那他这本书很酷哦。它有独立出来的一个地方，也把这个技法，就是把蒙娜丽莎再一次就是拿出来讲一下，它到底是什么技法。那我来举例好了，有没有人知道蒙娜丽莎是什么技法去画的？我们大家都知道说它是很写实，对不对？好，3、2、1，第一个答对的整一本书。好，第一个留言的哦，好，不能看 Google 哦，好，我宣布答案，它就是晕涂法。它的解释是什么？我讲给大家听。没有线条，像烟一样的融合。然后他有举例哦，就是有达文西啊、拉斐尔啊、巴罗奇啊这样子，很多。所以你看这本书超酷的，他就会告诉你说，知道是达文西画的，但是你看哦，这个技法他都告诉你了，这样子，他就是用一面的一个时间，就是一页的一个时间，就告诉你说。这个晕涂法是来自就是夫马意大利文，你说这种技巧就是被描述就是朦胧模糊的烟雾弥漫的这种感觉，所以你在看这个蒙娜丽莎的时候，为什么会有这种神秘的美，就是因为它这个晕涂法的这个关系，这样是你的艺术指南针，就是会告诉你说这个你想要知道名画，我这边有，你就可以告诉你50张的名画，你不一定要按照顺序，随你高兴，或者是我今天心血来潮看我的天使数字，我翻到自画像，这也是蛮有意思的。在睡前我觉得也是蛮好看的就是说它会有很多的看法，跟就是阅读很有趣的一个方法这样子。专业者呢？艺术专业者适合看吗？你问的真的太好了。因为像我觉得说我刚刚有讲说你是艺术小白嘛，或者是说你对你这个艺术很有兴趣的人，像你看我本来就是个老师了，然后我也教学生画画，然后呢我又在推广艺术，然后有时候我也在讲，有一些讲座这样子。那其实有一些东西是因为你如何用那种很简单的20个字、10个字告诉你的学生什么叫做晕涂法，什么叫做版画这个其实我觉得也是很重要，就是你要用很浅显易懂的告诉任何的年龄层也是蛮重要的。就是他有重新帮你整理出来，就是比较白话文的这个文字啊。意思就是看完这一个，就是会变很有学问就是大家都这个我不敢说就是大家觉得说你艺术蛮有学问的。那我问你哦，这是谁？蒙娜丽莎。对啊，那他是谁画的？达文西啊。对，会啊，很厉害。好，那我问你，他是用什么技法画的？你就不会了用什么技法？对，用油画画的。是油画，那是材料啊，技法是技法，技法，所以油画啊，对，所以你就不知道这个东西叫晕涂法，晕涂法，看起来晕涂法，看起来比较朦胧的美，朦胧美，梵谷绝对不是晕涂法，它是后涂法对，你就知道了。梵谷叫什么？梵谷就是梵谷啊，后涂法，对啊。就是他用油画很厚重的去堆叠嘛。重口味的，一定要很贵哦。他有受那个委托，受到一些贵族啊、商人啊，就是委托一些画作这样子。人像。对，人像委托，因为那时候你要画人像很不容易嘛，通常都是达官显要、贵族、有钱的人才有这样子，不然就是你是他的情妇啊之类的。一般以前的这个画就是这样子，很有钱才有办法。对，一般要很有钱啊，要么就是你是嘎底郎这样子告诉你说你4个基本盘面你要知道的，作者是谁，对不对？好，什么时代，对，技法这样子，就是很简单的告诉你。所以就说你先知道这一些就好，那你就可以再去研究啊。
可是我分享完这本新书咯，就非常推荐给大家。好，我们下次见，拜拜。